我来到了中俄边境城市黑龙江省黑河市，隔着约750米宽的黑龙江对岸是俄罗斯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格维申斯克。在1858年以前，即清政府和沙皇俄国签订爱辉条约以前，这里是中国的领土，叫孟掐屯。今天人们习惯称它为海南炮，意为满语的榆树屯。你好，我是阿树，欢迎和我开始新一集的中俄边境旅行。今天早上我准备离开黑河，然后早上拉开窗户一看，这个树枝变得雪白了，好兴奋！我赶紧出门看一下。这是我在东北第一次看到雾凇啊！现在这里是黑龙江江边，然后呢，对岸的俄罗斯的一个岸边的树呢也变得雪白了，好漂亮。而我现在所处的黑龙江黑河市啊，是今天的中国跟俄罗斯的重要的贸易重镇啊，也是过去的这个清朝的北疆军防重镇。在影片开始前，咱们不妨来了解一下黑龙江省黑河市是如何从一个小村落成为今天的边境大城市的。说起黑河市的历史，咱们要从1683年说起。当年为了抵抗沙皇俄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入侵，清政府设立了黑龙江将军，这是清政府设于边疆地区的最高官员，直接对皇帝负责。黑龙江将军除了管理军政勤务以外，还监管地方民政等事宜，驻地在爱辉旧城。爱辉旧城位于金奇里江和黑龙江交汇的爱辉河畔，今天来说，它的位置是黑龙江东岸的，隶属于俄罗斯联邦布市所属的一个村子格罗杰科沃自然村。而到了1685年，清政府将爱辉城迁到了今天的爱辉新城，即黑河市以南约30公里处的爱辉镇，即爱辉条约的签订地。那么黑河市是如何超越爱辉新城，成为爱辉地区的行政、经济、文化中心呢？黑河市原为爱辉北部的大小黑河屯，俄罗斯占领黑龙江北岸的海南炮后，黑河屯逐渐发展成为贸易重镇黑河镇。1900年沙俄焚毁爱辉新城后，黑河镇取代爱辉新城，成为当地的行政、文化、经济中心。如果你想了解沙俄焚毁爱辉新城、爱辉条约、江东64屯惨案，了解清朝晚期发生在爱辉地区的历史故事，请记得留意我接下来的视频。阿树将前往过去爱辉地区的中心及今天的爱辉镇，和你近距离去了解那一段国人应该铭记的历史。一条高20-30米的盘龙，咱们这一次来东北挺幸运的，遇上了伊春市今年第一场雪，又遇上了黑河市今年第一场雾凇啊。雾凇的话也就这10来天有，因为再冷一点的话呢就不会有雾凇了。雾凇它是跟湿度跟水汽有关的，湿度一大，天气冷，然后水汽多，它就形成这个雾凇了。再冷一点的话，空气变干燥了，所以它就不会形成这个雾凇了。有一座小桥连接这个江滨公园跟对面的一个小岛啊，然后呢那一条结冰的小河呢就是黑龙江的一个内江啊。然后呢因为这个小岛处在咱们黑龙江主航道的我国这一侧，所以这座小岛是我国的。咱们现在走到岛上去看一看，这座小岛在中国叫大黑河岛，它位于中国黑河市和俄罗斯布市之间，北距俄罗斯布市河岸仅750米，有大桥和黑河市相连，面积0.97平方公里，是黑河口岸的所在地。中俄两国的游客出境和入境均从该岛通行。上世纪60、70年代，中俄关系紧张，大黑鹅岛这个窗口被封上了，铁丝网和碉堡封锁了国境线，只有几个胆大的岛民在岛的东部种些大豆、西瓜。后来改革开放，两国恢复了正常关系，大黑河岛成为了中俄交流的枢纽，成为中国对苏联最早开放的大门。1991年，大黑河岛在全国沿边地区率先开通了边棉互市贸易区，
大黑鹅岛已经成为黑龙江省乃至全国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和对鹅商品出口基地。岛上先后兴建了国际商贸城、海关监管仓库、口岸旅检大厅、国际贸易洽谈中心、国际贸易展销中心、黑河市大岛植物园、黑河体育公园、黑河市大岛游乐园等设施。岛上的供热、供水、供电、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公园一些浮雕啊，几条2条龙的祥云，还有森林兔子。然后咱们走到江边看一看，江对岸的俄罗斯也叫海蓝炮城市啊。今天穿了一条厚厚的一个裤子以后，就感觉没有那么冷了。穿了2条裤子，里面一条纯棉的秋裤，然后外面一条这个黑色的鸭绒裤。听一下这个声音啊，你看地上这些不是那些很细很绵软的雪了，它已经是成了冰状的一个接近冰层的一个状态了。上来了。对面就是一个还挺大的一个江心岛啊，然后咱们要走到前面那座桥，从那条桥跨过去，在江心岛才能向北看到俄罗斯的阿穆尔州海蓝炮城市。这里就是通往江心岛的一个大桥。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像是被水侵蚀了一样，其实不是，它就是一层很薄很薄的，肉眼几乎辨别不出来的一个冰层啊，所以鞋踩在上面挺滑的。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黑河片区，欢迎您啊！我是一路沿着中朝边境、中俄边境从南到北上来的，所以我发现很多的边境城市啊，都有这些自由贸易区的一个概念吧。中俄自由贸易城啊，对面的建筑上一个大的文字，这里还有这个叫义乌小商品批发城，就是知道这些俄罗斯游客他很喜欢购买这边的一些小商品啊。像俄罗斯的话呢，它的重工业比较发达，但它的轻工业比较薄弱，所以一些小商品在他们那边要么品类没有，要么价格比较高，所以国内的一个义乌的这个小商品在这边就很有市场，无论是在绥芬河、在珲春、在图门、在这个黑河都是如此。那边还有个摩天轮啊，能够看到中俄自由贸易城，然后既有汉字也有俄语啊。然后对面是中国黑河深圳华强北国际商贸中心，你看中俄自由贸易城啊，远东商业采购中心，这里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远东了，无论是对俄罗斯而言还是对中国而言。墨子、韩非、商鞅、魏征，这里叫大黑河岛，这里也是一个公交站的终点站和起始站啊。但感觉这些商场也没怎么开门啊。俄货批发，咱们先去江边看一眼，待会儿再逛一逛这些商超啊，这些批发中心啊。俄货批发，就像这里的话，越是靠近这个黑龙江江边啊，这些俄文广告牌、俄文文字出现的一个频率就越高。俄欢购，进口商品精选超市。这里还有黑河边民沪市贸易交易中心啊，交易结算中心啊，但是里面的蓝色大棚都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这个错位特别有意思啊，待会儿我用长焦给你看一下，像一个建筑的楼顶冒出滚滚热烟，就好像是那栋大楼发生火灾了，其实不是，它是它背后的一个供热的一个烟囱冒出滚滚浓烟啊，就刚好跟这个建筑住宅楼合照了，然后就营造出一种错觉，这个大楼起火了。你看这里有一面巨大的5星红旗啊，它的旗杆都一个人都抱不完。然后这里有一块石碑写着在水一方。我现在来到了中国境内能够最近距离看到俄罗斯城市的一个地方，
只要我往前再走700米，我就来到了俄罗斯。你看，俄罗斯国旗，这是中国国旗。而在100多年前，对岸还是中国的领土。最近能来黑河的人啊，应该是少了一些的，因为来黑河旅游的最主要的一条交通线路啊，也就是从哈尔滨发往黑河的唯一一趟铁路，就是在来的路上脱轨了。最近这些天都在紧密的维修中啊，所以来到黑河呢，只能坐汽车来。那么坐汽车的话很远嘛，又比较辛苦，阻挡了一部分的游客来到黑河市。真清楚啊！是吧？啊，你南方的是吧？对，呀，好精神、好帅的小伙啊！您是本地人吗？本地的，我来溜达溜达。你看今天江边人少，你这边还躺并排呢啊！嗯，这多近呢！你看看，这马上说是通客车了吗？听说是11号，就是这个月的11号就开通那个客车已经有客运站停那么多台，全是嘎嘎新的。而且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关于黑河的。黑河特别干净，但是说你这块就美食上啊，或者啥呀，就是咱们招庄上卖的特别便宜，你没发现吗？物价便宜。哎，物价便宜，但是好吃的有的是。可大街，你知道想吃什么烧烤类的呀，什么各种东北炒菜呀，什么个小鸡炖大鹅，都特别便宜。你就是在你们南方那块是吃不到的，而且这盘子都这么大。哎，我们就喜欢你们，就是就是你们南方的小土豆来到我们东北的来旅游观光，希望你多带点客人。这后边你看这黄楼后边全是武警。武警对，武警部队，咱们这块就是比较安全嘛。过2天那更冷了，你过2天你就这家你讲话就像踩烟头的那种感觉，连蹦带跳的。过2天你穿这个都不行。过2天就，哎呀妈，就搁这站一会儿就嘚瑟，那时候又动耳朵又动手又搓的，我就愿意。就这大雪天，我们雪越大越拿个冰棍这么冻着，就这么吃，直粘牙，怎么糖葫芦了冰棍，就越冷越想去吃冰棍去。东北人心眼好使，你接触东北人真的个个善良。你接触过俄罗斯人吗？经常接触他们这人更实在，但是他那话咱听不懂。我还接触一个俄罗斯的，一个男的，我今年50多岁，他也50多岁，他是单身，他就是也想娶个中国的那，但他说话咱听不懂啊，几天我就气过去，我就蒙过去了，气死过去了，就是听不懂他说话，你还得拿手机照，我的妈，这过日子你这几天就牺牲了，气也气过去，倒牙给他指定，但他们人好，完他可相中我了，完那个还加我微信，他要跟他语言不通，我直接就过去了，我也接受不了。但是人好，长得也好，完了人还好，心地非常善良。他还说的也可以上这边来住居，可以把我领到那边，但是这个语言上太可惜了呀。那俄罗斯那老头正经长得不错，个1.8米的多。哎呦我的妈呀！后来谈一段时间，哎呀我这累呀，太累了。长得再好，你这太累心了。我你这过日子不像1天2天的，再学俄语，咱这个岁数也接受不了，是不是啊？呐，好，感谢啊，感谢，拜拜。欢迎你们来到东北，来到黑河啊，对岸就是俄罗斯，吃小鸡炖大鹅哦，吃大鹅炖土豆，就来吧，拜拜。好，小鸡炖大鹅，小鸡炖蘑菇，不期而遇听到一段中俄的爱情故事哈，虽然没有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尾。你看这里写着广大市民游客游泳爱好者，黑龙江是中俄界江，两方以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为界，江中无明显国界标识，请广大市民游客游泳爱好者自觉遵守边境管理相关的法律规定，严禁靠近主航道游泳，严禁未经批准携带橡滑艇、车内台等漂浮工具进入界江。咱们走到江边啊，走到一个距离俄罗斯国旗最近的一个地方。你看这么厚的一个冰层啊，好滑像俄罗
罗斯国旗啊，它是红色、蓝色、白色。然后那边的很多这个塔吊也在施工啊，大概也是建这个商品房。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冰层的裂缝啊，下面是一些小石头啊。我刚才踩过这里一块几厘米厚的一个冰层，被我踩碎了。哦，特别解压。哎呦，滑死了，差点滑一跤。哎呀，哦，它粘着地面了。然后，咱们如果从卫星地图看的话，黑河地区它刚好处在大兴安岭的南端的位置，而小兴安岭北端的位置，所以这里的林木资源挺丰富的。它东边是伊春市，北边是漠河市，西边呢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黑河是我国北边啊，就是除了漠河以外啊，可以说是比较大的城市了。但是呢，这里过去它其实不是一个城市了，它是一个这个叫小黑屯，也就是这个边境的一些小农村啊，比较荒凉的一个小村落。那么它是怎么发展成了今天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远东的边境城市呢？是因为当时俄罗斯占领了对面的海南炮以后啊，所以呢，黑河的这个所谓的小村落呢，就慢慢的发展，跟俄罗斯这个进行贸易往来嘛，渐渐的就发展成了一个贸易重镇，然后最后就发展成了今天的这个黑河市啊。我现在才发现啊，你看这地上的话是有铺地毯式的一个这个铁丝网的。你看这铁丝网得多大呀？整个河滩边都有。江边上来，赶紧回来。那边是俄罗斯的一个电力发电厂。看到没有？前面那个就是海陆两用的一个气垫船。当跑拼排的时候呢，中俄两国的一个客运就是通过这个气垫船实现的。而到了这个河面结冰的时候呢，直接就开车过去了。这个汽车穿上防滑胎。哇，这个旗杆是我见过最大的一个红旗的旗杆哦，我感觉要3个人左右才能抱得完。叫金家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一人在水一方。超市前面停了一辆武装车。俄罗斯旅行团 VIP 出境等候区。嘿，这辆小车上都是个免费广告牌，黑河俄罗斯2日游啊。这里就是旅行团会来的地方吧。招聘啊，翻译兼外贸业务员。哇，这是一个好大的超市呢。
巧克力，斯巴达克巧克力，这一饼19.9块。好多巧克力糖果，俄罗斯人是很爱吃甜的。咱们能在国内的一些看到俄罗斯游客很多是身高体胖的，特别是妇女啊。这是俄罗斯红葡萄酒，81.6块一瓶，白兰地600、1500、800多。这里的售货员挺多的，可见他生意好的时候，这个顾客特别多啊。13.4块的一个饼干，18.8块的燕麦饼干，6.9块的一个叫烧烤味薯片，豌豆罐头8.3块，巧克力派11.9块。这是巧克力味的。提拉米苏31.3块。这个是1公斤的一个椴树蜜，47.5元。这俄罗斯精炼大豆油啊，62.8元一桶，5升一桶。俄罗斯貂帽、望远镜套娃、剃须刀、手套、围巾。哇，很精美的套娃，太有意思了这个。装饰，一个作用是装饰，一个还有能够放一些杂物。你像这个小的189块钱，挺可爱的，就能够顶得住那个零下30几度的。这个是有胎型了，这有400-500多、500多、600多都有。这是各种罐头了，沙丁鱼罐头18.8块，杰克熊鲜啤酒98，俄罗斯的奶粉啊，全脂奶粉，这包的话48.8块，俄罗斯的小麦粉啊，60块钱5公斤一袋，这一袋26.3块，手指饼干8.9块，这是速溶咖啡59.8块，干。这是习主席去俄罗斯普京招待的国宴酒。路上喝这个就够了。这个。我看了一下维基百科上黑河的历史气温啊，历史最高温是39.3摄氏度啊，是出现在6月份的，而历史最低温呢是零下44.5度啊。通常呢，每年的12月、1月、2月是最冷的一个时候啊，它的平均气温能达到零下20多度。这里是黑河的龙滨公园，紧挨着第5小学，街道上的雪都化了，而公园里的积雪呢还没化，踩在冰上有点滑。这一片松林的话还是葱绿的，它背后的这一片桦树吧，这白桦树吧，然后已经光秃秃了。岁末之葱柏之后凋也。一个大雪球啊！龙滨公园的一个雕像。这有什么打的？我心里打住了，要下车他说我到，我在哪里刷了钱？莉莉娅，我想请问一下，这里晚上用餐的话是几点会有表演？今天没有。我最早知道黑河市呢，是我在抖音上看啊，就是从去年的2023年8月份开始，中俄两国实行免签，但这个免签是针对跟团游的。当时就大量的俄罗斯游客涌入到黑河的早市，然后当时这个黑河早市的街道上，就是可以说俄罗斯人人来人往的。然后我当时看那个视频，觉得好新鲜，就俄罗斯人来中国赶集啊。然后那个黑河的早市也被称为是最国际化的一个早市啊，包括那里的卖菜卖早餐的一些大妈啊，都能够说几句这个俄语啊，跟俄国顾客交流。
前几天，如果你看过我前面的视频，你会知道我是前几天从黑河的浚克县搭巴士沿着黑龙江一路北上来到了黑河市了。然后当时车上邻座的那位女士啊，她是黑河本地人，土生土长在黑河的。然后她跟我聊起天来，她说这个其实来黑河旅游的俄罗斯人最多的时候是上世纪90年代或者是2000年，具体时间我记不太清啊，反正就是以前，还不是现在。我说为什么是以前来这边旅游的人那么多呢？他说因为过去啊俄罗斯的经济还算不错哈，那里的人民呢相对来说还挺富裕的，但是随着最近几年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啊，西方世界就统一的对俄罗斯实行经济制裁嘛，所以他们俄罗斯的经济不行了，民众口袋里的钱呢也不多了，这个财富效应就缩水了嘛。包括你看啊，这个卢布也大量贬值啊，种种原因让这个国家的俄罗斯人都勒紧口袋过日子嘛，能不出游能不消费就尽量的不消费这样子。据他的一个观察，他的一个感受，俄罗斯女孩是还蛮愿意嫁来中国的，就嫁给中国男人。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俄罗斯的一个男人啊，就是比较爱酗酒，有的甚至还有家暴倾向。中国男人就相对来说就比较的老实本分，比较靠谱嘛。然后呢，他还给我支招说，如果你要找俄罗斯女朋友的话，可以去到阿穆尔州，也就是海兰泡的城市里面的一些中餐馆里面打工啊，因为那里雇了一些这个俄国女孩嘛，这样子你们就有一个认识的机会。这样子，那位女士还问我，因为我们搭车那会儿呢，正好是特朗普胜选了2024年的这个总统竞选嘛，成为新一届的美国总统啊。然后她说特朗普当选以后对世界会有什么影响吗？我说这个问题我哪里答得上来，但是我记得特朗普的一个竞选宣言里面说，他一上台的话呢，他会停止战争啊，指的是俄乌战争也好，或者是巴以战争也好。我说这个毕竟是一些政客的一个竞选口号啊，它至于是一个空头支票，还是真正会让承诺落地，咱们也不知道，是吧？上了一辆空荡荡的公交车，这边黑河市坐公交2块钱。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前面去的这个中和胡焕庸啊，我在中学的地理课本上就听过了，他提出的从黑河到腾冲的这一条线也被称为胡焕庸线呢。我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去了腾冲的，可惜那片子还没剪出来啊。然后呢，腾冲可以说是在云南的西南的位置，或者说是我国最西南的一个地方啊。而黑河呢，基本上也算是我国最东北的位置，所以这个黑河连接腾冲的这条线，也就是胡焕庸先生提出来的这个中国人口地理分布线啊。他为我国的这种地理研究也好，或者说是人口研究也好，都提供了比较有价值的一个参考。所以呢，黑河市就做了这么一个中国人口地理分布线的一个主题公园啊。
这个地方属于是黑河城区较外沿的一个地方。这片的话楼房特别多，应该是一个新区的概念吧。像这边出租都少了很多很多。这一栋建筑不知道是什么，有点像教堂的意味，但是我感觉像是一个酒店。哇，下雨加雪啊！你看这些裤子都积满了这个小雪花，一下子觉得挺冷的。下雪了，赶紧收摊。看到处都是这些商品上开始变得白花花的。每个人都忙着，就感觉每个商户都手忙脚乱的哈。大概半个小时时间啊，街上变成白色。这一户的海鲜产品啊，都给敷上了一层冰。这4点49分啊，就天黑了。其实刚才4点20就天黑了。买了这几样东西啊。然后我以为是俄罗斯的啤酒呢，原产国乌克兰哈，又买了一个1块5的韭菜盒子啊，就着这个鲱鱼罐头吃啊，这个是俄罗斯货了，原产国俄罗斯的，22块5啊，你看里面这样的，看这个是这样的，像这个饼干呢也是俄罗斯原产国啊，它是绥芬河那边进口的，听说这个回头客是比较多的。哦，很容易碎啊，微甜，带一点点那个奶香。你看，哦，已经闻到那个麦芽的那个味道了。这啤酒还不错，这个风味挺浓的。这个韭菜盒子啊，就有点凉了。试一下这个叫鲱鱼吧，你看，这个肉的话就入口即化那种，非常绵软，不腥。这个下饭还可以。这3个下来啊，我觉得这个啤酒可能还比较值这个价钱啊。就昨天买的砂糖橘啊。这砂糖橘还挺贵的，7块9一斤的，但是味道还是可以的。这水分挺多的，也蛮甜的。以上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很高兴你能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拍得不错，请记得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这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